嗨，大家好，这里是 First Lab 摄影实验室。今天我们要来开箱的就是我手上这颗 Canon RF 35mm 的 f1.4L。那相信这应该是许多人期待许久的镜头啊。那因为 Canon RF 系统从2018年发表以来啊，在35mm 的这个焦段啊，那一直以来都只有35 1.8这颗比较经济实惠的定焦镜头。其实还蛮让人意外的是啊，隔了还蛮长一段时间呢，在35mm 才终于有这样的高阶 L 镜推出。那如果我们往前看 EF 系统的产品呢，那 EF 的35 1.4L2 二代啊，那已经是2015年的产品了。那所以我们或许可以广义的说啊，这是 Canon 时隔9年之后再度推出的35mm 的 f1.4 高阶 L 镜。新的 RF 35 1.4L 啊，它有很多独特的地方啊，像是它的光圈环啊，它的滤镜架啊都很特殊啊。那本片评测我们会从老 EF 对新 RF 的镜头比较开始做起，然后切入到35mm 的焦段的各种用途啊，那包含像是人像啊、旅游啊、低光环境拍摄，乃至于像是低光录影的表现啊。那当然了，画质测试这些也不会错过。那接下来就让我们开始吧。Safe, let her on. The road is calling, sun on our skin, sleeping under stars when it's gone. I was just calling to see if you're free to run away with me.35mm 是很多人心目中的重点焦段啊，因为它实在是太万用了。那举凡像是人像啊、旅游啊、街拍啊、人文啊，乃至于动态影像、录影的领域啊，那都有35mm 的发挥之处啊。那对我来说，我第一个主要想拿来拍的就是人像啊。那虽然说我比较习惯用更长一点的焦距来构图啊，那像是50啊、85啊、135啊，但是35跟这些焦距比起来，我会觉得35是最有临场感的。那这当然是因为拍摄距离比较近啊，能够跟 model 有比较多的互动。那同时啊，广角透视也不至于像是24或者是28那么明显了。加上够大的 f1.4 大光圈啊，那足以凸显出画面的主体啊。那对我来说啊，35mm 还有一点很重要啊，那就是捕捉 model 的姿态角度能够更加的丰富。那举例来说，你比较能够采取这种由上往下拍啊，那或者是从低角度往上拍的构图啊。那因为如果你用更长的焦距，比方说85好了，那你就不适合由上往下拍啊，那因为距离太近了会变得超级特写。那讲到比较感性的部分啊，像是发色啊、对比啊、散景这些啊，那这是一颗相对柔和的镜头啊，那焦外会带有一点的旋转散景啊，但散景我认为是 L 镜里面的前段班啊。那对比相对来说比较没有那么强啊，即使是在现在盛夏的季节下，在这么强烈的光线下拍照，那还是可以展现出柔和的一面。那尤其是直对太阳的时候啊，会展现出很有特色的光板。那我会觉得这是一颗相当适合人像拍摄的镜头。那接着我们来讲解一下 RF 35mm 的 f1.4L 的镜头设计啊。那从外观上看起来，它大致上就是跟 RF 85mm 的 f2 ISSTN 差不多大，那只比它长一点，那加上重一些。前端有控制环、对焦环以及新的光圈环。那虽然说这种光圈环我们已经在 RF 2105 f2.8L 身上见过了，那不过以定焦 L 镜来说，还是头一次出现。那光圈环是无段的，转起来手感很好，那也没有断漏感。那旁边有个 Iris Lock， 方便你把它锁定在 A 的位置，也就是转由机身来控制。但是比较奇怪的一点是啊，它只有在录影模式下才能够控制光圈啊，你在拍照模式下转这个光圈环是没有作用的。如果你只是单纯拿来拍照的话，直接把它锁在 A 会更好啊。那单纯由机身控制。那之所以会导致这样，可能是因为目前的机身功能还没有更新资源的缘故啊。那在此之后的 Canon 新机种，那应该也会改进这点才是啊。在 RF 的35 1.4L 推出之前呢，我想应该很多人是沿用 EF 的35 1.4L2 啊，那这颗镜头了。那如果说 RF 35是一颗轻量化的镜头，那可能不够有说服力。但是如果你拿 EF 35L2 来转机跟 RF 35L 一比啊，那这个差距就非常明显了。它的体积、它们的重量都是不同的等级。
那 RF 版本的 35L 它的口径由 72mm 缩减到 67mm。那如果你单纯从重量来看啊 ，RF 35L 差不多是550克左右，但是 EF 的 35L2 加上转接环就要885克，那足足轻了差不多有快40%了。那我这边是有带控制环的版本，即便你去掉转接环啊，单镜头本身也要760克。如果加上 EOS R5 机身啊，那就是1282克，那对比上1618克，就是300多克的差距，拿在手上当然是非常有感。那另外一个比较特殊的设计就是镜尾的滤镜架系统啊，那这也是 RF 镜头首件的设计啊。那首先你把镜头屁股朝向自己啊，然后你就会注意到上下两侧是有指滑刻痕的。然后你只需要捏紧这两侧啊，往顺时针方向轻轻一转啊，那不用借助任何工具就可以把这个滤镜架拿下来。那这滤镜架比较特殊啊，它不是用插槽把滤光片插进去了，而是用锁的。那后面有2颗螺丝啊，那转紧之后就可以夹住明胶式的绿色片了。这个设计有点巧妙，它其实是模组化的。那也就是说，你可以只换这个滤镜架来快速切换你要的滤镜啊。那而且这个设计将来也很有可能会出现在往后的 RF 镜头身上。讲到对焦，也可以说是这颗镜头的重点了，就是 VCM 音圈马达，而且它同时使用2组马达来驱动对焦。那其中 VCM 用来驱动对焦镜组啊，那 Nano USN 则用来驱动比较轻的浮动镜组。那如果你拿起这颗镜头啊，像这样轻轻摇动，其实是可以感受到里面的浮动对焦镜组啊，其实还蛮有分量的。为什么我要分别用2组马达来推动2组镜组呢？那这是因为浮动镜组是用来补偿呼吸效应的。那所以啊，虽然说这颗镜头它也具备了焦距偏移校正，也就是所谓的呼吸效应补偿啊，但是即使你把这个功能关闭啊，只看它镜头的原始表现啊，它的呼吸效应依然是非常的轻微。那这也是为什么 Canon 这颗 35-1.4 会比起他牌同等级的镜头要来的重上一点点的缘故。那虽然稍微重一点，但是他牌竞品必须要靠呼吸效应补偿来裁切画面，但是 Canon 的 35L 即使是原生的表现啊，它呼吸效应也是极其轻微的。那至于说对焦速度表现如何呢？那必须说是很有感的快速啊。那我这边直接帮你测试，跟 EF 35L 对比啊，那对焦速度是有很显著的差别的。这组范例是远到近的对焦，如果我们放慢速度来看啊，你可以看到 RF 35L 它的对焦速度差不多快要有 EF 35L 将近1倍啊。那它的渐度幅度其实还是很明显的。大光圈镜头伴随的就是边角时光啊，那尤其这颗镜头的口径也不大。以原始表现来说，确实会有一定的边角时光啊，基本上到 f2.8 之后就很轻微了。但是如果你全程都开启了镜头校正，那倒是完全不需要担心这个问题。讲到对焦，讲到大光圈，那最佳的应用就是在低光环境下拍摄了。那接下来这几段样片呢，想给大家看的是它的对焦稳定性、滑顺的焦点转移以及焦点跟随的能力。好，接着我们讲画质啊，讲新镜头是不可能不讲画质的，它是最能被感受到的光学表现啊。那当然，我们还是要请出老大哥 EF 35-1.4L2 来比较。那我们测试了中央以及边角画质啊，那今天是 EOS R5，那裁切区域是90×1080画素，差不多是整张照片2%的区域啊，然后来比较画质。中央你可以看到右边的 RF35L 啊，它全开就有还不错的表现了。那2颗镜头到 F4 的时候表现就很接近了，但整体来说 RF 还是在大部分的状况下胜过了 EF 镜头。那接着我们看边角，边角的差距比较明显一点了，在 F1.4 到 F5.6 都是 RF 镜头胜出啊。EF 要直到 F5.6 才有 RF 在 F1.4 光圈全开的水准啊。那 RF 在 F2 之后，基本上就已经接近最佳画质了。那虽然说以35mm 的焦段啊，边角的画质可能不是那么的重要，但是以光学的角度来说，相较起来 RF 的进步其实还是很明确的。
可靠的画质，还不错的散景 ，RF35L 其实还是很适合用在旅游上的。那接下来我也想分享一些实拍照片来跟大家做分享。这是一颗各种方面都很万用的镜头，那尤其是用在动态录影还有人文拍摄上。那这次我也带着它去了一趟东京，刚好捡到了祭典的尾巴，带来一些实拍样片。那其中有几段忘远的是用 RF70 200F4L 拍摄的，那不过大部分还是使用 RF35L 来取材。那在评测影片的后段，我也剪了一小段祭典的样片来给你做参考。好，那最后我们还是要来谈谈我对这颗镜头的更进一步的感想啊。那首先它有几个设计几乎可以确定是之后会沿用在后续其他镜头身上，像是光圈环以及滤镜架系统。那其中滤镜架设计是真的还不错，那相信这部分是可以期待第三方厂商的开发。那只是光圈环的驱动上就是比较奇特一点那期待之后有机会可以更新修正。以实拍表现来看，这是一颗能够涵盖非常广泛用途的镜头，那人像啊、旅游啊、人文啊、街拍啊。低光源拍摄都相当适合。那这也是 Canon 近期打造镜头的一个趋势那就是因应混合型拍摄的用途。其实讲到动态拍摄在动态拍摄方面，我有个看法是认为在所有焦段的镜头里面，最适合上3轴稳定器的就是35mm，因为这是一个比较好控制镜头指向相对也比较容易维持画面稳定，那透视上也比较好控制的一个焦段，走路的速度也很适合运镜那同时35mm 的前景深也能够与手机云台相机这些产品做出明显的区隔，并且适当的凸显出影像的质感。那这个我们在前面也一再展现过。那在这些方面RF35L 它都做得很好那拿来当做是一颗工作用的镜头，当然也是完全足够的。那我目前还不确定它的实际售价，但是以美金定价来看，它已经比当初的 EF35 1.4L2 还要便宜了。那甚至如果你要给 APS-C 机身，像是 R7 R10 这些机身来当成它的标准镜使用，也就是焦距在 56mm， 那以它的体积跟重量来看也未尝不可。好啦，那以上就是我们这期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看到这边了。那制作跟取材是真的不容易，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评测，也请不吝在下面留言告诉我。那接下来我们频道也会有一些比较有趣的企划，那请大家敬请期待咯。这里是 First Lap 摄影实验室，我们下次见啦。相信这部分是可以期待第三方厂商的开发。